是得怎么样呢？得画一点这个石头啊，画点石头出来。我们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，我会给大家稍微画几块石头。我们这里加点颜色。当然也是先把这个笔先打湿了，水分不要太多，这是最前面的石头啊，最前面的石头都让它深一点。你看我刚刚都不敢去竖着了啊，你看还没挨着，它已经滴了3、4滴墨了哈。我准备呢，在这个位置上，啊，在这个位置上，大家可能觉得啊，这里空间这么小了，是不是加不了东西？你看，我就把它加上去。你看我们在画石头的时候，正好又可以给大家再复习一下画石头的那感觉。每一笔在画的过程中，这么一笔，你看变化是非常多的，是不是啊？变化是非常多。在画的过程中呢，这些你看提压，是不是啊？其实它都是为我们后面的这些做文章的。啊，稍微撑上几笔以后，这个石头的感觉就出来了。但是还是说了哈，这块石头呢，不管怎么去怎么样，你都不要去把它画的太怎么样了。都不要把它画的太清晰或者太细致，因为我们主要这张画是要下面是水呀这些，所以说我们在画的过程中，到了下面啊靠近水的地方，啊，基本上看我的行笔。看我的形皮啊，这都很虚了。特别是下面有水的地方啊，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就要把那个水冲到石头上的感觉，你看要把它表现出来。啊，这个都不管了，这是下周画了。包括顶上的石头，我们都下周画。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表现什么？表现这个木桥的画法。把这个画了以后，我们会在，你看我是有意识的哈，把这个石头啊一直穿到哪里？这里是有一条这个线条，是不是啊？线条，你又不要正好这个石头到这里，我要穿过它，让它们有一个，这是竖的，这是横的，有一个交错，有个交错点，啊，把它画了以后。
正好把这块石头画的大一点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里会产生浪花？啊，就是因为冲到这个石头上，它返回来的浪花。这要注意，哎，把这个浪花的这种感觉，哎，把浪花的感觉，把它冲到石头上的感觉，把它表现出来，是吧？哎，有了这个以后，我们这里要画桥的话，就好办了。首先，第一，我在这个位置上，啊，我在这个位置上画一个什么？既然是木桥嘛，是吧？就是用木，树枝啊，比较粗的树枝，哎，来表现的。我们首先。你看这些树枝都是比较原生态的，没有经过去还要很细致的去打磨它呀，或者怎么样啊。把这个画了以后，我会在这个位置上，你看再画一根。顶上，大家已经看到，我已经摘了很多的树桩了啊，摘到这个石头上。摘上去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当然肯定不可能说是就直接放上去啊，这里面肯定打了好深的这个东西，把它打进去以后，然后再把它弄上。好，就开始先把它前面的这个画出来，这个树桩把它画出来，画出来以后。这里可以再画一个，线条这些，哎，也是都要画到风上。这线条都要把它画得很有质感，是吧？就通过这么一画了以后，大家会感觉到，哎，它这个扶手就出来了。这个扶手出来以后，正好就把这些树啊、这些树桩全部就连起来了，是吧？然后其中有几个地方，你比方说这个地方它是马上要跟路衔接的话，它不能悬空。基本上你看，这是下面的这些哈，它不能悬空，为什么？它一会儿马上这里路一衔接，但是这个地方它就可以让它，你看这里高度是吧？这就悬空了，这里也是让它悬空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它又正好跟这个，你看它们基本上是让它和这个路面和这个石头接住，啊，这里又悬空了。就这个桥它还是有高度的，这个是桥面，这个是扶手。在画这个的时候呢，要特别小心，
特别小心什么？特别小心就是说我们这个高度啊，你比如说我这里一会儿，如果我要画一个人的话，我这个人就画这么高，啊，就画这么高。它画出来以后，啊，当然现在人可以画个人了，我们可以比方说啊，这个人正在这里戴个草帽，是吧？然后看到这个瀑布了啊，激动啊！它肯定是要踩到这个桥面上，是吧？肯定是要踩到桥面上。为什么要这么画呢？就是我们这个扶手啊，它一定是跟这个人啊是要有关系的。你比方说，这个扶手基本上是在人的腰部，就是我们在走的时候，我要既然叫扶手嘛，我就好扶着它走。你千万不要画一个这个东西画得很高。画个人呢，画比在它的下面要吊着走，那就不叫扶手了，那就是给猴子准备的。猴子一般都吊着走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要注意哈，要注意。你看，我们把这里一画，是吧？然后这里再安排一个人，开始这个人是戴了个帽子啊，然后再安排一个人干什么呢？哎，他是有头发的。这个人背了个画家，肯定是我们一伙的，啊，这个就更简单了，只需要画家画了以后，他自己稍微的两个角一画，你看就很简单，这个可以放大看一下。你看我们画人啊，其实也是哈，今天这个，因为今天这个点景，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今天这节课要教大家的，是吧？两个人动态什么都不一样，是吧？但是都在欣赏什么？欣赏瀑布啊，都在欣赏瀑布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，这就要画桥面了。桥面的话也是要讲究透视的。你首先第一，你比方说有人的这个地方啊，它是你看明显是斜的。如果是从左边看过去的话哈，它肯定是怎么样呢？它能看到这上桥面上的一些这个横的，这横的这个大家肯定觉得，这些横的木条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它一个是人踩在上面，它起了一个防滑的作用，踩上去。第二个呢，它就把这个桥面都是由一根一根的木头，干什么呢？就是说连起来的，就全靠这个横的这些把它连起来。这个就有点干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因为我看不到桥面了，因为什么？它斜的，我只能看到这几根木头了，它就这么一个状态。所以说透视很重要。这个更斜了，那我就看得更宽了。你看这个宽度就更宽了。好了，这平了，你看这边斜下来，这个就平了，那我们这里就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点点。所以说有学员前段时间你们在讨论，我们学彩墨山水是不是可以学一下透视呀？那我在群里给大家说了，那你们真是，如果学一下这个透视，学一下素描的话对你们画彩墨山水还是有帮助的。因为我们出去写生肯定面临很多这个各种透视。再看哈，我把这个一画了以后，你会觉得这个
你会觉得我们这个桥啊，是吧？就基本上就成了。现在还差什么？现在就还差后面这个栏杆啊，就还差后面这个栏杆啊，怎么办呢？那肯定要画喽。如果不画这个桥，那肯定是不稳的。后面这个栏杆。再看我在画这后面这个栏杆的时候呢，明显就会比前面这个栏杆就要怎么样呢？就要深很多啊，就要深很多。啊，后面这个这要注意了啊！我为什么我要先画人呢？哎，就是这个原因，人先画了以后，我就可以让开人了，是吧？就可以让开，这样子，这两个人就非常的和这个桥啊就很融洽的在一起了。后面这个栏杆呢，它要深一点，但是它要明显要小一点了，因为它是后面的，是吧？而且在画这个时候，就说这个宽，这里相对而言它这里就宽，这里窄，这里相对而言它就比较窄，这个是透视哈，很关键的。你看后面其实画的很虚了。但是要注意啊，把它画了以后，这个要把它画下来。画下来的同时，哎，你还要去给它们连一下，是吧？就让整个这个稳一点。如果你觉得哦，这里还有一根儿。如果你觉得哎呦这个桥在这里不够稳的话，那我倒可以再稍微加固一下，这都可以随便画。大家看这个桥，大家觉得好看吗？啊，这个桥这样子一下来以后，本来这上面是瀑布，是吧？啊，这上面是瀑布，哎，因为有了这个桥以后，马上你会觉得它层次感又多一个。但是我们这里并没画完，哎，这个桥还要上去，它还要走上去。因为你不可能就正好画到这里，当然也有这种情况，我这里就做一个观景台，是吧？这个桥就到这里了，我就为了来看这个了。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，因为我这边还有房子，是吧？这边还有房子的话，然后我要想办法让它上去。我们看一下怎么上哈。研究一下。好，就可以了。到最后一节，
会把它画的，高一点。可能现在我在没有画30的时候，突然画这几根，大家会觉得哇，太突然了，是吧？太突然了。其实你看哈，马上把这里一画，我们就是在造桥的时候啊，大家肯定希望把这个桥造的都平平的我们走上去方便一点。但是我们在画桥的时候，就要有意识的把这个桥画出一定的幅度来，让它有高有低，是吧？错落有致。你看我们这里画了以后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坡度，反正不管我怎么去坡度高也好低也好，这个扶手上面只留一点只留一点。你看，不管我怎么斜怎么弄，是吧？它都离这个扶手就是一点点。好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不管我这个怎么去那个弯过来弯过去一定要记住，我们这个栏杆一定要垂直，你不要它斜了以后你就跟着它一起斜，是吧？那就桥就倒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桥面要跟这个扶手，大家看，几乎是平行的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树枝像这里稍微弯一点，这没关系，但是呢，大的感觉是平行的。你看，我现在就把这个桥就延伸上去了，我们可以这个这里有个女同志披肩发的，也正在这个桥上走，然后手指着那个瀑布，哇塞，好哇塞哦，可能带着个小孩子。一般来说，要画这个点景的话，先画人，你这样子，你后面这些才好画。你看，往后面走的话，我这个线条都明显就细很多了，是吧？甚至可以穿过它，因为这个高度比较高，你会有一点感觉好像它这里穿过来了。这个小孩子画的位置不是太好，算了吧，孩子不要了。这个孩子秒变树桩。我们画画呀，其实机动性是非常强的，不是说是我画好是什么就必须是什么。那在创作的过程中，因为毕竟这不是复印，是吧？随时都在变化。
留个悬念，留个悬念干什么呢？这个我们下周这里怎么处理，是吧？这个地方它这么多空着啊，看我怎么去处理它。这个桥，今天这个桥呢，画的还是比较复杂的哈，蛮长的一根桥，蛮长的。这个到时候这里看怎么上去，这里还要画树，这边也是要画树，这些啊，到时候再把水啊这些一加啊一加，这还有好多的树需要去表现哈。好，你看哈，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个这个比较全的这么一个哈，它现在呢，今天我们这个点景啊，这个点景，主要今天是为了给大家画点景。现在你们肯定看到，诶，不管是路也好，还是房子也好，还是这个桥也好，是不是啊？都是悬空的，是吧？都悬空的。其实目的就是今天专门给大家去讲解怎么样呢？就是说我们画一些点景的一些画法。好，怎么样到时候把点景的画法这些把它画好以后，和环境的这些环境的，比方说山石啊、树木啊，怎么样去衔接？我一直给大家说哈，我们画画其实就是在什么？就是在处理各种关系啊。比如说你现在就存在房子跟树的关系，桥跟石头的关系，是吧？石头跟路的关系，到时候还有一条路走上去，但这个路不能全部画出来啊，有可能会有一棵树啊挡它一点，看了一截路再露出来啊，这样子哈，就是各种形式的关系哈。好，今天这张画呢，这个就基本上就不动了，也没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动了。下面呢，再给大家讲一些别的画法哈。